这几年里面呢，我们的学生来源非常多元，我们也很期盼将来他们毕业之后呢，能够把他们曾经在台大拥有的校园生活，他们对于台湾社会文化的了解，也能够带回去，让它成为自己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一个部分。未来呢，不管他们走向何方，不论他们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这些都将会是他们开创新局的最重要的一份资源。关于在台湾的学习心得，我觉得系上非常的体贴，因为身为国际生，你来到台大，你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负荷自己的学业要求该怎么办呢？但不用担心，因为系上会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搭配国际班的课程以及本地班的课程，所以可以按照自己的华文程度还有那个学习进度去安排。所以如果上本地班的课程呢，课程是非常的扎实的，然后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。好，那我的话，我觉得这四年在台大中文系留学的学习经验，就是我觉得它其实训练了我的思维能力跟我的批判性思维。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到大学读一门专业，其实要跟自己日后的工作有所挂钩。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大学最主要的并不是教会我们那个内容本身，比较重要的是它其实训练了我们的思维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就是运用我们的批判性思维，让我们从多角度来看待一件事。经过4年的学习，我觉得中文系教会我最多的是面对生活、面对世界的一个勇气、一个精神。特别是在国际班，大家以小班制的形式来教学，不像传统的老师说学生听的模式，所以同学们有很多发表自己的意见，跟老师讨论的空间。我最喜欢是文字学还有文化概论，因为我读中文的目的是因为真的爱上它的文字，就是有悠久的历史。有几门课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个是我们大一的初级文字学，真的对中国文字真的有更深的了解，是了解说一些许慎的说文解字它的由来，跟它甚至有的一些争议性我是觉得非常好玩，也是觉得很有趣。回首在台大的4年，我会说的是台大所给我的养分非常的充足，我们所涉及到的范围实际上是很广的。比方说那时候我在教育学院的时候，那里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，有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，也有北大，也有复旦的。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讨论有作业，我就会发现我们那届刚好2位从台大中文系国际班来的嘛，我们就发现台大出来的在学识上确实比较不一样。中文系能学到必修课以外，满洲文、西藏文、蒙古文、台语、客家语，这些平常不会接触到的语言，还有昆曲、文选学、陶渊明系，这些都是珍贵的、很有趣的课程。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中文能力跟思考的能力吧。因为我刚到台湾的时候会讲的，大概有什么你好啊，谢谢，多少，你很漂亮。那现在可以用中文来沟通嘛？我觉得这中文能力还是很大的收获。中文系的大部分的课，让你培养深度的思考的能力。在台湾生活还有
其中一项我非常喜欢的就是书店，因为台大附近有非常多书店，有诚品、有唐山，然后有茉莉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二手书店。然后书店里面常常会挖到很多宝藏，然后这是可能在新加坡比较少见的。所以其实回到新加坡之后，我非常非常想念台湾的那些书店。那在台湾当然少不了食物啦。那台大周围的食物真的好好吃哦。台大对面的那个公馆夜市啊，像是什么阿英卤饭啊，还有兰家挂包超好吃的，韩天阁，还有最出名的陈三鼎啊。陈三鼎。可是我其实觉得另外一家比较好喝，肯定对，肯定好喝，对。所以我在台湾或台大的生活，其实很难真的用一个确切的词或是形容方式简单讲就是百感交集。我知道这样讲可能觉得怎么负面正面都有，但是不瞒大家说了，我在台大生活其实压力是蛮大的，因为那时候经济来源都是要靠自己的不管是打工、家教还是各方面，甚至是奖学金来争取的。再加上我对中国文学其实真的是到大学才开始接触，所以不管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啊、杜甫诗啊这些东西，我是真的毫无概念。所以那时候上课有听没懂，有了解，但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我其实完全都不了解，那个意境是没有到达的。但也是之后陆陆续续啦，像我大一、大二真的是比较懵懂，大三、大四比较了解这些诗人，他们是要透过文字表达的情绪，想要流露出的一些情感，这样子也比较能理解原来他是有这种情绪，原来是这种感受。恭喜台大中文系国际班10周年！有些人跟我一样，你的梦想跟中文可能完全没有关系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如果你有你梦想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追求你们的梦想。谢谢。中文系国际班已经要进入第11周年了，所以生日快乐！很开心，我之前有机会在中文系念书，那边学到的东西，现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有用到。我很想大家，尤其是老师们，希望大家呢现在在那边身体很健康，过得也很愉快。爱你！祝中文系国际班10周年快乐！